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初登仙途遇心机师傅，演技突破这幕被毒打倒地观众破防。曾凭借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微微一笑很倾城，一跃成为军艺男神的杨洋，在流量巅峰中突遇瓶颈。我的人间烟火虽引发短暂讨论，却因人设和演技油腻遭遇口碑滑铁卢，让这个曾经顶流之光的演员陷入信任危机。此番他带着一部改编自望与经典仙侠小说《凡人修仙传》的同名大剧回归，能否凭借这一局实现演绎翻盘，再次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？剧集《凡人修仙传》由高口碑团队操刀制作，官方已宣布预约人数突破300万，预计7月27日全网首播。在最新释出的官方预告中，杨洋饰演的韩立以一身飘逸白衣横卧山崖之上，面带微笑仰望星月，开口一句我踏入修仙界的缘由。非要说因为什么的话，可能是因为几张饼吧，引发观众共鸣。这位从山村出发的凡人修士，在仙侠世界的命运波涛中开始逆天而行，预示着剧集将以细腻情感与宿命冲突交织，展现非典型修仙故事的全貌。与杨洋对戏的是金世杰，饰演韩立的师傅莫大夫。在剧中，这位外表病恹恹，实则城府极深的长者，本是兰州三霸之一，因重疮隐匿江湖，以莫大夫之名收徒修炼，实则怀有夺舍重生的险恶意图。剧集预告中展现了一段极具张力的心机对弈，初入门的韩立杨洋对师傅毕恭毕敬，甚至主动为其按摩、端茶奉水，而莫大夫看似温和，实则早已洞悉韩立潜藏的心眼和天赋，随手一抽就从其手腕暗藏之处掏出毒气，再冷然将韩立炼制的药品一把泼洒，引发地面黑烟四起，口中冷言还学会制毒了。这一幕颠覆了传统温情师徒的想象，将修仙世界的冷酷与现实无情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两人最终师徒反目，展开激烈斗法，杨洋空翻跃起，暗器激射，金世杰冷静应对，下腰闪避，两人眼神交锋间尽显杀意。战斗不仅是法术碰撞，更是心机和命运的角力。这段师徒之战既是高潮情节，也象征杨洋与自我演绎瓶颈的正面对抗。剧情之外，这部剧在制作层面同样下足重本。据透露，《凡人修仙传》斥资2亿元打造，拍摄团队走访多地实景拍摄，特效团队则参照电影工业流程打造视觉效果。从虚天殿坍塌到没蛟入海，从血域蜘蛛再到魔界裂空场景，视觉层面紧凑震撼。主打的是电影级质感，以期改变观众对仙侠剧廉价特效加抠图的刻板印象。金晨饰演的南宫婉同样令人期待，他是偃月宗长老，武力值满格，在禁地试炼中邂逅韩立，并与其合力斩杀莫蛟，却因被其毒气影响神智，情乱交织，最终两人发生关系。此事成为南宫婉心头疙瘩，从此是要杀掉韩立。但在一路的追杀与交锋中，两人逐渐彼此倾心，修仙情缘由误解生出转机。从宿命之敌到红尘眷侣，这条爱与恨交织的线索将成为本剧情感主轴的看点之一。改编自771万字的网文经典《凡人修仙传》，原著堪称凡人流的开山之作。主角韩立不同于传统仙侠剧中的天命之子，他出身低微，资质普通，却靠无尽心机与坚持，在残酷修仙世界中步步生存，不靠外挂，不靠机缘，靠的只是人性中最真实的野望。这种设定反而在当今剧本杀是仙侠中凸显其稀有质感，极具代入感，也成为剧迷津津乐道的内核之一。回到演员本人，杨洋近年来频繁被质疑帅但没演技，尤其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之后，他人设油腻、情绪平面的讨论层出不穷。
在这部新剧中，他不仅主动挑战性格多面的角色，还深度参与了角色塑造。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，为达到韩立后期身心俱疲的状态，杨洋常常提前3小时入妆。每日拍摄结束后，还坚持加练身段与动作，希望在打斗戏中保持真实武打质感。他曾在幕后表示，这一次不再只是演，而是去活出一个人。这份诚意或将成为他翻盘的最大资本。而观众方面也呈现出两极趋势，一边是老粉坚定支持，认为他值得一个再证明自己的机会，一边是观望者仍旧抱有质疑，担心其帅气外表难称角色内核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随着宣传不断升级和预告热度飙升，剧集已经悄然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焦点之一。